初學拍片嘅人士咧，可能會有一個錯覺咧，就係因為手持拍攝嘅時候啊，揸得唔夠穩定啊，所以就要用 Gimbal 穩定器去幫手啊。咁呢個觀念咧，我覺得係啱一半啦。咁啊，其實用手持拍片同埋用 Gimbal 穩定器啊，拍出嚟咧係兩種唔同嘅運鏡方法啊，應該視乎畫面嘅需要啊，而採用係邊一個方法㗎。兩個方法都係需要好穩定咁控制部機啊。至於手持拍片唔穩定啊，可以點樣解決呢？咁就唯有練習多啲㗎啦。Hello， 程志美，今次我會實測下呢一支 DJI RS4 嘅穩定器啊，究竟佢掂唔掂先 ？Let's go！呢支 RS4 可以承受3kg 嘅重量啊！今次我就用呢個 Sony FX3 加支16至35mm 二代嘅 G Master 鏡頭啊，或者用呢個 Sony ZV-E1 嘅相機加支24至70mm 二代嘅 G Master 鏡頭啊，又或者用支14mm 嘅 G Master 鏡頭啊，就算加埋呢個 DJI 嘅 Focus Pro 聚焦摩打、ND filter 同埋遮光罩啊，都游刃有餘啊！咁我而家影下 Vivi 啦 ，Vivi 啊！今日第一次上個 channel， 咁我有啲緊張嘅，但係我盡量控制下自己先。好啦，而家咧就用咗個 PF Mode 啊。試下影我應該係嘛？好啊，我就咁樣扮啦。開始。Let's go！我自己都有一支嘅 DJI RS3 嘅 Mini 啊，配搭一啲細機啊係好啱用嘅，帶出去用咧係冇咁大負擔啊。但係對比翻用呢個 RS4 啊 ，RS4 啊較為穩定啊。當然啦，同佢用緊第4代嘅真穩演算法係有關啦。雖然個重量係重啲、大支啲啊，但用落嘅感覺係實在啲，冇咁飄啊，拍出嚟嘅畫面都穩定啲啊。我諗住整蠱挺上，試下先，3、1拍。哇！你話跑得好我真係好認真跑㗎，快啲！我讓你又話我唔讓你，快啲，因為我喺你後面啦。2、3，開始！哇！你唔好咁快，喂！你使唔使咁快？我追唔到啊！請上好搏命喎！咩啊？使唔使咁快啊？你我乜都睇唔到啊！我唔得啦！哇！黐線！我試過用到啊70mm 呢一個焦距去拍攝啊，都幾穩定啊。當然啦，要揸得穩定之餘咧，都要配合埋個步幅㗎。另外呢支 RS4 嘅俯仰軸比上一代長咗，就算用嘅鏡頭係比較長啊，或者喺鏡頭前要加咗呢個濾鏡啊、遮光罩啊，都夠空間啊調校個平衡㗎。
如果要拍直導片啊，呢支 DJI 嘅 RS4 真係方便啊，只要將塊橫板啊鬆開拆出嚟啊，打直裝翻上去啊，就可以啊拍直導片啦。要留意啊，拍攝嘅時候啊，要由橫倒轉為直倒咧，支 RS4 係要調校過嘅平衡㗎。呢一支 RS4 嘅電池係可以更換嘅，而廠方都出咗支BG70嘅大電版本啊，令到續航時間更長啊。另外電池同埋部機係可以分開，好處除咗可以安裝其他配件之外，就好似我啱啱去完呢個台北拍攝啊，將支 RS4 就寄倉啊，而將個電池拆開更新相機啊，咁就安全啦，同埋就唔需要攞住支 RS4 相機咁大負擔啊嘛。上一代嘅 RS3 咧，我已經好中意呢一個自動續鎖功能啊，可以喺開機、關機或者係休眠狀態嘅時候啊，同時將三軸上鎖或者解鎖啊，轉場景拍攝可以更方便啦。至於呢一代嘅 RS4 啊，當然保留咗呢個功能啦，而且鎖得都好穩陣啊。呢支 RS4 係有3個雲台模式啊 ，PTF Mode 雙軸跟隨，將支 RS4 向上下或左右嘅時候啊，雲台都會跟住噶，而橫滾軸係唔會跟住轉動噶。PF Mode 平移跟隨，將支 RS4 向上或向下嘅時候啊，雲台都會保持水平，而橫滾軸係唔會跟住轉動㗎。FPV Mode 全域跟隨，用呢個 FPV Mode 無論上下左右移動支 RS4， 3個軸都會跟住轉動㗎。用呢個 FPV Mode 咧，亦都可以 set 佢做360度旋轉模式啊。而要轉換模式咧，就只需要喺呢個 RS4 嘅屏幕右邊嘅模式選擇掣去選擇，非常方便啊。另外呢一支嘅 RS4 係用咗 OLED 嘅觸控屏幕啊，大部分嘅調校功能啊都可以喺呢度選擇㗎。喺屏幕嘅下面啊，係有一個控制桿啊，可以控制雲台嘅轉向啊，亦都有個 M 字嘅掣啊，可以用嚟控制相機影相啦，或者係相機嘅 C1 功能掣啊，仲有一個錄影掣，可以經呢個 USB-C 啊或者藍牙連接呢個相機啊，控制錄影啊。另外屏幕嘅左邊係有一個控制桿功能轉換掣啊，假設係用緊呢個 Sony 嘅 Power Zoom 嘅鏡頭啊，或者用 Sony 相機嘅清晰影像縮放功能啊，可以經藍牙用控制桿去控制 Zoom In 同埋呢個 Zoom Out 啊。另外啦，喺 RS4 嘅手柄嘅前面係有一個掣嘅，連續按3下咧就會轉為自拍模式啊，按2下就可以 reset 翻個雲台啊，長按咧就可以鎖住個雲台啊。如果將個 M 掣同埋按鈕一齊撳咧，就可以啟動呢個自動嘅校正雲台功能啦。仲有一個滾輪咧，可以控制雲台啦，亦都可以控制相機嘅曝光功能同埋追焦器嘅摩打。除咗可以用追焦器去追焦之外，亦都可以將呢個追焦器嘅摩打咧放喺個鏡頭嘅變焦環度啊，可以做到呢一個多啲 zoom 嘅效果啦。而喺支 RS4 有一個 RSA 擴充配件接頭啊，除咗用嚟安裝手柄之外，亦都可以安裝 DJI 追焦器或者第三方出嘅配件。我記得用第一代 DJI 穩定器要用手機 app 做 setting 啊，實在太麻煩啦，同埋係幾難用噶。去到最近呢幾代都真係方便咗好多啊，可能對初學用 gimbal 嘅人士會覺得比較複雜。其實只要花少少時間啊，學好點樣 set 好3個軸嘅平衡啊，用埋自動校正功能啊，其他 setting 都好簡單嘅啫，仲可以直接喺個屏幕 touchscreen 搞掂晒。不過最重要都係多啲實戰去用，咁就手到拿來啦。